Hello， 大家好，我是冉成。今天我要说的是99第6部中迪亚波罗，是安娜苏的替身绯红之王，潜行者。潜行者作为主角团中正式出场最晚的替身，其替身能力呢也经历了2次重新设计。自然了黄木老师的实物本来就是设定嘛。したりすると、こんなこと書いてたのかとか、スタンドとかっていうのが出てきた時にはもうなんか忘れてたりするんですよね、キャラクターが。替身的名字 Devil Down 自然也是来自于乐队的专辑名称，具体的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哈。不得不说，黄木老师真的对音乐方面有着很大的爱好，替身的颜色呢也非常的丰富，有蓝色啊、绿色呀、黄色呀、玫红色呀、淡紫色呀都有。这个好不好看呢，就见仁见智了。替身外形的设计就如同它的名称一样，是一个潜水员一样的造型，背后呢还有跟老岳父仇人一样的这个双管氧气管，手臂的部分呢没有五指的设计，而是一副厚重的条纹手套，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可能露出来5个指头就不行吧。其替身能力呢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黄木老师安排安娜苏刚出场的时候，实际上并未给出其替身面板，而能力的介绍篇幅呢也比较的短暂。安娜苏可以将替身释放出的冲击力，也就是力量，暂时封在一个物体中，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再释放出去。这个释放出去的能量会以替身的形式出现，就像漫画中潜行者的那一脚一样。这个能力呢，我纵观整个第6部，貌似也就使用了这一次。总的来说，其实并不算是正式的介绍。那么第2阶段，也就是正式的阶段，潜行者的能力呢被分为了几个部分。其一，潜行者能进入任何的物体之中，并且在其内部、表面等任何地方随意的游动，不同于茄子那个替身会改变物体表面的状态的一种游泳。这个游泳的速度基本上是接近于汽车的普通驾驶速度。其实大多数替身都能让自己的一部分穿透人体，你比如说白金起搏器。但是猎人那个篇幅中其实也提到过，用替身穿透物体是有非常强的限制的，对于精神力的消耗呢也非常的大，并且一旦物体过后就没有办法进行穿透了。可以说穿透物体是大多数替身共享的一个特质，但这个默认天赋呢是稍显弱小的，只能算是一种普通的能力而已。而潜行者借助自己的替身能力，却能够轻易的穿透任何的物体，不论是现实实体，甚至是敌人的替身，他能将其当成水池一般轻易的潜伏进去。这着实是一个潜行者。但这里有一点潜行者在进入他人或者说是其他物体的时候，是会感受到这个物体的味道的。比如说他潜入进一块巨大的巧克力雕像，那么安娜苏也会感受到无比的甜腻。而进入像马友友这种体内全是腐蚀性液体的恶臭替身中，安娜苏当场差点吐了出来，直接取消了替身能力。其二呢是破坏与改造。安娜苏在年幼的时候就热衷于将眼前一切东西拆开，这种强迫症并非是一种精神疾病，但依旧让其在将女友捉奸在床后当场残杀了其女友和奸夫，他因此被判在绿海德监狱服刑12年。他替身的第2个能力正是能够随意的组合他潜伏进的任何物体内的内部构造。比如说他曾经将要杀死徐伦的坑族老头的腿部和腰身的所有骨骼改造成弹簧，在不计身体损伤的情况下，直接彻底将其终身制裁。这个过程非常迅速，甚至敌人都没有办法感觉到潜伏者进入了身躯之中，也没有办法注意到自己的全身都被改造过了。只有在出现异样之后，你才能够发觉。另外，他将上期节目中我们提到的那个生存者的替身本体骨球的身躯改造成了一个人肉陷阱，会将第一个接触到他身体的人用自己的肋骨攻击。原本这一招后手可以用来将死神父的，只可惜有人抢先中招了。这个中招的人呢，或许我们下期节目就会提到以及最强的部分来了。安娜苏面对无法被杀死、无法被打败的马友友的替身的时候，在性命危机的关头，无法破解其替身能力的时候，就利用自己的潜行者的能力，将一只青蛙直接塞入了马友友的大脑之中，并且改造了青蛙的脑神经，将其与马友友的追踪天线并联，以此让马友友失去了对自己的追踪，从而躲过了攻击。这种能力也可以对自己使用。在躲避警察追捕的时候，安娜苏将大量的巧克力用潜行者埋入了自己的皮下组织，以此来改变了外貌。好在巧克力可以被人体吸收所以说即便取出来了也不会有大碍。也就是说，这个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急救，自然也能够用来承当假肢。比如说天气被神父断腿后，安娜苏便将潜行者潜入他的身体，并且相当于将自己的替身的脚暂时借给了天气。其3就是伤害转移，只要潜行者愿意，
它可以将潜入的人的身躯受到的一切物理伤害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说是一个变相的奶妈。例如说，它可以潜入徐伦的身躯来转移伤害，亦或是在大决战中数次保护陈太郎受到致命伤。可是呢，问题是这个转移伤害啊是有成伤上限的，以及它有一定的转移速度。你像天狼之兆，它每一次攻击啊都是极其的致命，并且快如闪电。总体来看，潜行者的杀伤力和功能性都非常的强，只不过呢不太适合面对多个敌人。我们来看看它的体身面板破坏力。潜行者的力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可以算是力 A 的中游了。你像天域的这种重型闸门能够被潜行者随意一脚踹出鞋印，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力量的恐怖了。自然了，一击手刀打爆敌人的脑袋也不在话下吗？但是更多时候潜行者还是使用其能力来对付敌人，所以说力量方面的展示呢例子不是很多。持续力 C， 潜行者其实并没有在多个连续的格子中作为长时间替身的显现，更多的呢是在目标内容完成之后啊它就消失了，不像是陈太郎那种可以将白金之线放在身后装逼的替身。速度这个栗树双 A 啊少见有连打记录，出拳胜技呢也不多，很少能找到证明其是速 A 的证据。不过呢，它能在你反应过来之前就把你的身体完全改造完，我觉得这也算快吧。精密性 B， 安乐素本身对于拆解物体啊就十分的精通，而且改造物体构造的能力呢又来自于替身本身的能力。不过即便如此，能够将青蛙这种小东西的神经嫁接在一个替身身上，我觉得这个 B 或许有些屈才，可能这个 B 是 B 中的顶尖差不多。射程距离 E， 这一点的确，潜行者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安纳苏超过1米的距离，也就是和红王差不多啊，全程贴着安纳苏行动。自然了，在潜入他人身体之后，他就可以离开更远的距离。成长性 B，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潜行者的能力在开篇就获得了一次成长啊，所以说从储存、释放、转移动能到后来的那种3种能力，你如果这么想，或许就不是荒木老师在吃书了。好了，这就是潜行者的介绍了。我个人认为，安纳苏其实一直在等待的是一个救赎，他觉得能让他获得新生的人就值得付出一切。第一个人是徐伦，在看到他的时候，安纳苏那被自己拆散的心便开始复原，而第二个则是 FF， 他是真实的牺牲了自己，救活了安纳苏。而安纳苏也甘愿付出生命去保护那个他们都认为最重要的女子徐伦，因为安纳苏自认为行尸走肉的身躯中其实早就住着一个黄金的灵魂了。好了，我是冉晨，大家下期节目想看我介绍第6部的哪个替身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留言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